这两天王兴的事情发酵到现在，其实我看了那么多的新闻，看了那么多网友的评论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悲。首先是我们国内的媒体，不管是自媒体还是官方媒体，让我非常失望。你们永远关注的是这个地方是人间炼狱或者怎么样，你们从来没有关注过一个问题是如何办理对应的签证。他到这里来工作的是应该办理的是工作签证，没有一个媒体讲到。好，再说我们的观众，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护照的，他根本分不清什么叫护照，什么叫签证。他只会盲目的跟风，这个是头目，那个是嘎腰子，那个是人间炼狱或怎么样，大家只一味的是躺在床上看着手机看世界，对吧？不去普及常识，只会恐吓夸大，把所有的成年人当做巨婴，难道这就很好管理了吗？这样就是对的吗？哎，大家好，我小胖啊。这个王兴事件已经基本上七七八八落幕了啊，该走的也走了，该怎么样怎么样的。然后我看了很多的国内外的报道，其实包括我们国内的报道，其实更多一点。我到目前为止，其实还蛮让我失望的，我没有看到一篇报道，他写的比较理性，或者再给大家普及知识，基本上讲的都是把泰国包装成人间炼狱，把泰国包装成电诈中心的中转站，然后把泰国说成怎么样，甚至说缅甸怎么样怎么样。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点，是99.99%的自媒体博主他没有讲过的一个问题，或者说官方新闻没有讲过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作为国人去离开中国去工作是需要办工作签证的，这个是没有一个媒体他讲到这个东西。其实王鑫这个问题，其实最开始我做过视频，我觉得现在的骗子的技术提高啦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对吧？他们骗的人更专业化了。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工作签这个问题，其实它很好识别。为什么我们长期待在泰国的，据我统计大概有60-70万的华人啊，这中国人。那么为什么这60-70万人都没有被骗到缅甸去，反而是去欺骗一些从国内到了泰国然后再去缅甸？为什么我们生活在这里人就没有人来骗我们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对不对？那很多人他不理解一个工作签的东西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中国，我们工作是不需要工作签的。大家可以设想一下，一个老外，我假设一个外国人到了我们中国来工作，他是不是也要申请工作签？那王鑫的问题最大，他去拍戏，他去不管他试镜还是干嘛，你必须要去办理工作签才能到泰国来工作啊。这也是泰国政府为什么又审查他2-3天的原因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哪怕你拿着免签进入泰国，你去拍戏，这是不合法的行为，各位，这点你们要知道。这个我觉得是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，大家就瞎起哄怎么样？这是我觉得最可悲的一个地方，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个原因，因为大部分有10多亿人没有出过国，他根本不知道有个工作签这个东西，只认为泰国免签了不需要签证我就可以来。他殊不知泰国的免签只用于旅游、探亲和探访。你过来拍戏是属于工作性质，你工作性质是必须要办工作签的。那办工作签就要提交给中国驻泰国泰国驻中国大使馆很多材料，包括你的拍片子啊，然后这里的文化旅游局的审核啊，各种东西。如果这方面材料齐全了，对方可以给你出具工作签的，那过来工作99%是没有问题的。他连个工作签都出具不了，你只是看他纸面的材料，他有没有剧本，他有没有通告，他招募演员，听他说的专业，对吧？他给你剧本了啊，或者说有个知名导演，你是不能过来的呀。所以说为什么要去成立那么多的部门，要去成立旅游文化部门，要去成立出入境管理局，所谓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移民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有大使馆？每个部门它都有自己的职责的。而什么都没有搞清楚。我认为现在的明星对英语很好，文化很高，颜值也很帅，但是最基本的常识没有。这个事情放在中国没有问题，因为比如说我是杭州人，我到北京去拍戏，我作为北漂，我去横店拍戏，我不需要提供我的什么证明，我只要提供我的学历证明之类的，我的之前的拍过戏的这个试片的片，对吧？我之前简历就可以了。但是你到国外来找工作，你是需要有大量的材料的，而且需要办这个签证，好吧？如果当时这个签证的问题，如果他有点常识，我王鑫是到泰国来工作的，那么
这个问题我可以觉得可以杜绝99.99%，真的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法律的规定，就是我再给大家普及一下，就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国外企业、机构或者个人不得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赴海外工作。我国居民出国务必要申请合法的工作签证，持有商务签证和旅游签证以及免签不得外出务工。我国居民若有出国务工，应通过具备海外劳派资质的公司办理出国务工的相关手续，个人和单位不得以商务和旅游、留学等名义组织劳务人员进行国外工作。这是在我国的法律上，这个出入境管理法也写得非常明白，只是大家都不知道。大家现在所有的媒体只会觉得泰国不好，这个不好，你为什么给缅甸提供中转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其他人不从其他国家把人送到缅甸去，对吧？要从泰国走，是不是因为泰国你隔了一条河方便，你们官商勾结给他们便利？其实这个都是很片面的，就是在我理解是很片面的，对吧？那难道一个老外跑到我们中国，通过我们中国中转了其他国，那就是我们的边防武警不给力吗？小胖去过美索，对吧？大家看过我视频的人都知道我去过美索。你知道从曼谷开到美索有多少个检查站吗？我们且不说他检查站之间有没有官商勾结，这个我们不说。每一个检查站都是要下车，都是要检查，要登记护照，要拿行李的。我都被检查了好几次呢，我可以把我的之前的视频翻出来，开箱检查，各种查，不管查毒、查人、后备箱、登记护照。一看我是中国人，其实我去年去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查得很严格了，因为我是中国护照，所以说他们就各种查，各种报备，各种有辆车进去了，车牌号登记。好，我不管他们是为我好做报备，还是说在询问当地的某些组织，哎，这个人是不是你逃出来的？至少他要经过好多道检查，而且我到美索去了，边境去了，的确那个边境不是很安全，一脚就能跨过去，这事实。但是我在美索待了3天，我在边境还开了2个小时直播，我记得我那场观众大概也不多吧，100多个人，大家都看到了，对吧？我不敢说很安全，但至少我觉得没有人怎么样。我觉得正常去旅游的，包括我过来旅游，人家说，哎，你过来干嘛？我说白跳，就泰语，我说来玩，人家都很惊讶，哎，你怎么跑到我们美索来玩，对吧？然后我还去了边上的地方喝咖啡，他们咖啡站的在那个咖啡厅，我还盯着那个服务员，我生怕他给我下东西，所以当时我也蛮注意的。去之前很害怕，但去完以后，我是觉得就这样，好吧，就这样。但我不能说很安全，对吧？那肯定也有不安全的地方，但是。怎么说呢？我不会劝大家来旅游，或者说告诉大家不要来旅游，或者说泰国安全，泰国不安全，这话我不愿意说，对吧？每个地方它都有安全的地方，每个地方它都有不安全的地方。我那天在跟我的一些群友在说，难道你家门口那条路就一定安全吗？不见得，对吧？你说像我们杭州有很多案子，对不对？这保姆放火把一家人给那个了，对吧？这个老公把老婆杀了，那个许什么利的，对吧？这个难道就杭州男人都是坏人吗？对吧？这我觉得很片面，很多东西大家不能把它包装成人间炼狱。这个东西就跟小时候父母经常说的，你不能撒谎，你撒谎就跟长臂王一样，匹诺曹一样，鼻子会变长，这是不对的呀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东西都是教育，就是你小时候不听话，哎，小心警察叔叔把你带走，永远都是以恐吓一个人的方式来进行教育。我觉得大部分是我们的这一代，至少我这一代，现在小孩怎么教育我不知道，我们这一代我觉得大部分是被恐吓下达的。那包括现在这社会上，只要这个地方不好，有一点点的新闻，就是以恐吓。那么同样。很多老外看到我们国内新闻，觉得我们新疆怎么啊，有压榨怎么，对，因为他们不了解，他们只是看了墙外的一些新闻。其实我们对少数民族非常友好，包括这次西藏地震怎么样，大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。而国外就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压迫他们种棉花或者怎么样？因为他都会有一道墙，但是这个墙你怎么去踏破去看？很多国外的老百姓都觉得，对吧？这个传出来的新闻是不一样，哪怕同一个国家。弯弯，我们所谓的宝岛弯弯，对吧？它跟我们国内又隔了一条河，隔了一个江，但是两地的收到的新闻、
都是靠媒体包装出来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识别，媒体是媒体，真正是怎么样的，我真建议大家多走走，对吧？每个地方都有不安全的，你家门口也不安全，泰国当然也不安全。当然你说泰国非常安全也不安全，对吧？他说不安全嘛，但好像又还行。所以说为什么你要想，如果这个地方真不安全，为什么60万70万的华人都待在这里？真的60万70万华人都是园区的头目吗？都是帮园区来拉人头的吗？动点脑子，对不对？不要我盲目的说，就是拉人头啊，干嘛的？其实有很多在这里的是陪读的、养老的、正儿八经做贸易的、做生意的。我接触这里很多，包括开修理厂的，对吧？我直接去拍视频的峰哥，包括就像个他们开饭店的老蔡，人家都是正儿八经在这里做生意的，对吧？包括很多的我认识的上海大哥，他们在养老的，对吧？那很多人。西西他们陪读的，就身边我们都会有很多这样的人，而并不是每一个在海外常住的人都是坏人，对不对？有很多原因为什么跑到国外去？那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原因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，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识别。我认为怎么说呢？也说那么多废话，我认为就是不普及常识，只恐吓夸大。把我们的成年人养成一个巨婴就好管理，这个方式肯定是错误的。真的让我相信了那组数据，14亿人口有护照的只有1.2亿，真正出过门的只有8000万，对吧？多走走，多看看。包括小胖接下来也在计划出去非洲的旅行，对吧？我去非洲，去摩洛哥，我去坦桑尼亚、马达加斯加，甚至我还想去索马里，我想去索马里看一看。泰国77个府，小胖走了74个。除了那个北大年送卡，那边有什么？那天我过去有，他说有汽车炸弹，我没有过去，这是真的有。然后我走了，金三角、叶风颂、美索，包括老挝。其实缅甸早几年我也去过。我是一个喜欢比较探险的一个背包客，所以我会都去地方去走走。我想看看是不是真是这样的，是不是索马里所有的老百姓都是海盗？不可能。对不对？肯定是某一片海域，它的确会有，但是我不相信整个国家人都是这样的，包括泰国也是这样的，干坏事的肯定有，在中国干坏事的也有。那么在缅甸的那帮人难道不是中国人吗？对，中国人骗中国人，因为语言通，他只能骗中国人。我在这里认识几个韩国朋友跟印度人，他们说韩国人只骗韩国人，印度人说印度人只骗印度人，因为没有办法，那语言通他只能这样。所以小芳做这个视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不要盲目的去夸大一些事情，很多东西要去理性的去看待一个问题，真正的源头在哪里，对不对？真正的问题在哪里，而并不是盲目的跟风。哎呀，不安全，拉嘎腰子，你是头目。这真的，你说出这话的时候，就让人会觉得很可笑，一点都不像一个成年人说出来的话，对吧？不安全，包括很多人他在直播间问我，这段时间不安全，不安全就不要来。本来我们旅游就是一个放松心态的一个过程，对吧？就是我去开心，我去度假的。那如果说你心里已经纠结了、害怕了，那就不要来嘛，大不了损失个机票，损失个酒店。如果你是抱着战战兢兢，像之前有2个粉丝跟我说，他说我到了晚上8点钟就不敢出酒店，门就反锁，那你何必呢？你过来受罪啊！国内大好河山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国内玩，对吧？那你真正选择出来到了这个国家，第一是要信任，第二不要盲目的去听从别人什么的。其实现在大部分我发现被骗的都是耳根子软，听真正的独狼是从来不会被骗的。真正的独狼自己研究攻略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被骗过，骗过都是耳根软，不懂，别人忽悠2句就去了。像小胖讲，我好好说，你们想忽悠我去，那不可能，你根本忽悠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懂得比你多，我随便问一个问题就能问到你。今天我是王鑫，我就会去问那个所谓的副导演，行啊，那你们要再拍戏，你去通过泰国旅游局发正式的邀请函过来啊。就这一个问题就把对方问到了，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，而不是说下车了以后自愿过去开车。不然报道很多，有人说他贪，有人说，我觉得这都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重要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该讲，就是文化低，常识少，真的。但凡你多走过几个国家，你就知道护照是护照，身份证是身份证，签证是签证，不是一样东西。我很多人问我啊，到了泰国是不是身份证就能过来了？哎呦，我有电子护照，是不是实体护照就不要了？就是讲出来的话就非常可笑。然后说，哎呦，我有护照，护照不就是签证吗？签证不就是护照吗？我跟你说，这样的人真不占少数。可能今天大家听我讲觉得很可笑，我相信起码有5亿人不知道护照跟签证的区别在哪里，很正常。
很正常，跟坐飞机一样的。坐火车一样的，坐过一次，经历过一次，你就知道该怎么走了。很多东西我也没有经历过，所以我喜欢去探险。我每一步我会把我所有的东西给记录下来，所以通过我的视频来记录一下我是一个怎么走的，大家可以去学习一下，或者说研究一下，哎，这个人是怎么走的，那个人是怎么走的。那么当3、4研究下来以后，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，这个才是真的，而并不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。看见一个泰国的博主啊，你就是个嘎腰子的，你就是个头目，你就是干嘛？哪有那么多头目啊？真正的头目哪有空来给你直播啊？疯了！我前天晚上我在路上开直播，有人说我在路上就专门拉中国人去拉人头，我疯了！我拉人头我还需要开个直播来给你证明吗？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动动脑子，口嗨归口嗨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也就呵呵一笑，对吧？我们心里就觉得好可悲，真的很可悲。我希望所有能看视频的人，所有大家能刷视频的人，第一，不要用某一个软件来看世界，世界是靠自己的双眼去走的，靠2条腿去走的，去双眼去看，去耳朵去听的，不是每天床上刷一个手机就知道外面世界是怎么样的，真的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，好吧？最后我说一句，我没有说泰国好，我也没有说泰国不好，我也没有说泰国安全，我也没说泰国不安全，很多东西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，对吧？想来那就来，心理压力大那就不要来，换一个国家玩，世界那么大，国内也很好。对，没有问题，对吧？我也会经常国内玩，我国内几乎都玩遍了，所以开始玩国外了。那我非洲没去过，我就去玩非洲。很多说，哎呀，非洲你危险啊，怎么样？我觉得人生不就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去探索一下，真的危险了，这危险了，对吧？这个怎么办呢？当然，危险这个东西也靠自己去判别。我个人认为，我目前走了58个国家了，好的国家我也走过，差的国家我也走过。这当然会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，这个我也理解。但是还是那句话，就是我想去完成我一个人生的目标，我想出去走走，而并不是窝在某一个地方一眼望到头的生活，这是我个人的借鉴。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在过着一眼望到头的生活。今天就说那么多了，废话那么多啊，各位感谢。开车出去了，忍不住再补一段啊，刚才忘记说了，你们没有发现吗？这2天失踪的所谓的艺人啊，所谓的过来的失踪人员，大部分人99%是过来工作的嘛？你们有听过一个新闻是过来旅游的，然后被人强行带过去的吗？没有吧，对吧？所以很多东西大家自行判断，好吧？你在国内只能赚5000一个月的，你跑到这里来赚5万一个月，可能不啦？人家要一个演员，泰国找不到啊，要从你中国找18线的小明星啊，对吧？人家为什么不去找刘德华？人家为什么不去找梁朝伟啊？是吧？是这个道理吧？啊，所以大家真的想想清楚，好吧？做任何事情之前，真的把知识、把常识普及一下，对吧？社会阅历丰富了，你真的不会被人骗。你社会阅历不丰富啊，这个事情我觉得还会有人在骗。这个事情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发酵1年了，竟然还有人上当。国家已经那么大的宣传力度了，拒绝海外高薪，拒绝海外高薪，你们就是不听啊，就是要往这里来，对吧？这我一直在跟大家说，国外没有那么好的工作给你找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在国外语言都不通，你指望在国外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存呢？不听啊，就是不听，对吧？你相信王兴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还会有人为了高薪来的，真的，这话我说的，不是我不同情他们，是国家已经宣传到这个地步上了，反诈，还是有老头老太被骗，还是有人为了工作来被骗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是值得大家反思的，好吧？天天去网上抨击一个博主啊，怎么样没有用的。有本事你们也发2个视频，做反诈斗士，对吧？也跟小胖一样来提醒一下所看我视频的各位观众，对吧？有点脑子是个好东西，但真的不是每个人都有。好，话糙理不糙，希望各位理解啊。